来到精转全球，我是吴彩妮。美中晶片战升级再升级，美国还要扩大管制半导体的设备出口中国，引发了盟国的不满。结果就传出，拜登政府特别豁免了荷兰、日本、南韩这3个设备大国，准备改拿台湾来开刀。但难道台湾不算是美国的盟友吗？多家外媒最近接到了爆料，指出拜登政府准备在这个月宣布动用一项叫做“外国直接产品规则”的贸易限制措施，来阻止其他国家的半导体制造设备流入中国。原本传出美方以及像日本还有荷兰提出了这个构想，代表新的措施将会瞄准这2个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大国。不过，或许是日本跟荷兰反弹太过激烈了。根据路透最新的独家报道，美国现在竟然把矛头转向台湾等4个亚洲国家，日本、荷兰还有南韩反而获得了豁免，结果激励荷兰的 EUV 大厂呢，艾斯摩尔的股价周3盘中暴涨了超过11%，日本的东京威力科创也同样大涨了超过7%。那刚刚提到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呢，英文的简称叫做 FDPR， 它规定呢，如果有一项产品含有美国的技术成分，那美国政府就有权阻止产品转手给其他人，即使是其他国家所生产的，照挡不误。那美国先前对付中国华为的时候，就曾经用过这一招了。从知情人士透露的最新资讯来看呢，美国打算豁免的国家，除了日本跟荷兰之外，还有一个半导体大国，就是南韩，以及其他30多个国家，也就是在美国工业跟安全局的分类当中，隶属于 A5这个类别的国家。而至于出口会受到影响的，除了台湾之外，传出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跟以色列。那这些国家呢，都不算是半导体制造设备的大国，这种差别待遇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难道是说激怒了荷兰跟日本？那拟定的政策又不能退回去，只好改拿这4个国家来开刀呢？不过南韩恐怕还不能高兴得太早，虽然半导体设备的管制可能暂时逃过一劫，记忆体晶片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有知情人士爆料，美国正在考虑限制南韩的三星、SK 海力士还有自己的美光供应高频宽记忆体，也就是 HBM 晶片给中国企业，希望打击中国发展人工智慧 AI 的能力。因为北京当局去年开始禁止美光记忆体晶片用在重要的基础设施之后，美光就已经停止了向中国销售 HBM 晶片。新的限制措施显然是冲着南韩而来的。好，我们再来关心一下美国的利率决策。美国联准会在台北时间今天凌晨决议维持利率在5.25%到5.5%，但是联准会主席鲍尔在记者会上很明白的表示，9月份很可能就会降息，激励了美股跟今天的台股全面的大涨。不过到了联准会9月份开会的时候呢，美国距离总统大选只剩下短短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选在这么敏感的时间去改变货币政策的方向，肯定会引发在野的共和党强力批评，质疑联准会是在为民主党的政府来助选。川普之前受访的时候就已经曾经表示了，联准会应该要避免在11月份大选之前宽松货币政策，以免对选情造成影响。那对比之下呢，民主党则是不断的呼吁联准会赶快降息，好减轻经济承受的压力。这代表无论9月份这利率是降还是不降，都会引发其中一方的不满。联准会不管怎么做，都免不了陷入一场政治风暴。随着联准会释出鸽派的讯号，再加上半导体类股回神，美股的4大指数周3是全面收红，费城半导体指数更是狂飙超过7%。个股方面呢，辉达的股价暴涨接近13%，市值增加了3290亿美元，创下了史上最大单日市值的增加纪录。那黄仁勋的身价呢，更是因此在1天之内成长了116亿美元，相当于大约3800亿台币，这也是有史以来他财富增加最多的一天了。那另外一方面，在乐观的财测加持之下，超微股价在周3盘中也是一度暴涨了超过1成。If that test is met, a reduction in our policy rate could be on the table as soon as the next meeting in September.
联准会主席鲍尔报佳音，若通膨指数稳定下降，劳动市场稳健，最快9月就能降息。消息一出，带动美股大盘7月31号喷涨，道琼标普500只有小涨，纳斯达克涨幅超过2.6%，费城半导体直接弹射7%。This morning is about the reminder that generative AI is one of these themes that has durability and in our view, is going to be central to getting to 6,000. AI 助力科技股主导 AI 市场的辉达，同日涨幅更突破12%，主要供应链之一的台积电 ADR 上涨7%，超微更是谷底翻身。We had a very strong second quarter. We're very pleased with the overall growth that we saw, really led by the data center business. 继30号超微公布第2季财报，苏妈在财报会议上宣布 ，AI 晶片销售超过预期，光是 MI300收入就占该季10亿美金以上，连带资料中心营收成长比去年同期增长115%，来到28亿美金。投资人更希望 MI300未来能从辉达抢夺市占，苏妈还有秘密武器。Later this year, we're going to launch our MI325 series, which is the next step in our roadmap. 30号盘后，超微大涨8%，31号盘中涨幅还一度飙破10%。华尔街似乎也对苏妈有信心。今新闻林梅杰、汪祝英报道。美国联准会的2大职责分别是维持物价的稳定，还有充分就业。那鲍尔这一次他的立场会明显的转向鸽派，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除了通膨之外，就业市场同样持续的降温。这样的发展让联准会终于觉得降息的时间已经成熟了。美国的就业市场是冷是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每个月初公布的就业报告，尤其是报告当中的新增非农就业人口，更是获得了高度的关注。我旁边的柱状图呢，就是最近几个月新增非农就业人口的变化。你可以看到呢，其实整体来说是呈现了逐渐减少的趋势的。在去年12月的时候，新增的人数还接近了30万人，来到了29万人，但是到了今年的6月份，已经减少到20万出头了。那今年7月份的数据呢，会在台北时间明天晚上出炉。市场预期新增非农就业人口会进一步的减少，会来到17.8万人，代表整个就业市场持续的疲软。但是这样的水准仍然算是稳健的成长，预料会强化美国经济软着陆的预期。那虽然美国在疫情之后企业大举招聘人马的热潮在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但是这些公司呢也没有发起大量的裁员，而是把当时努力找到的员工给留下来。我们透过接下来的数据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一点了。我们先看一下企业雇用率的部分，来看到蓝色这条线哦，这个数字呢代表的是每个月雇用的人力占整体就业人数的比率。那今年5月份的数据是3.6%，已经跌到了红色这一条线2015年到2019年疫情爆发前的平均雇用率以下，显示呢企业雇用人力的情况是已经回到了常态。不过呢，在此同时，所谓的裁员率，也就是说，裁员人数占整体就业人数的比率是没有明显的上涨的。我们看到黄色这一条线哦，可以看到呢，线后面这一段呢，大致上都是呈现了平坦的走势。今年5月份的数据还是1%，可以看到呢，比起红色这一条基准线，2015年到2019年的平均值还低了不少。那随着美国的经济持续的温和成长，专家就预期呢，在短时间之内，美国应该还是不会爆发大规模裁员的情况。我们刚刚提到联准会除了就业之外，另外一个职责就是要控制通膨，这也是过去2年多来联准会最关注的指标。那美国现在的通膨情况到底是如何呢？我们以联准会最关注的核心 PCE 物价为例，这一条线呢就是核心 PCE 年增率的走势。你会发现呢，它就像溜滑梯一样，这1年半来是持续的往下的。而上个月公布的报告就显示，今年6月份的年增率已经降到了2.6%，距离联准会2%的目标越来越近了。那跟去年1月份接近5%的水准来相比，已经下滑了2.3个百分点。
随着物价涨幅持续的缩小，联准会在最新的决策声明当中，针对通膨的描述已经改成目前还稍微处于高水准。跟上一次的声明比较，它多加了"稍微"这个词，显示联准会对通膨的看法变得更加的乐观。而美国距离降息越来越近，台湾却没有任何降息的空间。新青安贷款带动了房市的增温，各家银行承接的房贷金额就暴增。房贷户现在要跟银行借钱，条件反而是不如前几年那么宽松了，利率也相对比较高，甚至有银行业者已经不承接房贷，让准备要交屋的民众是心急如焚。万一真的钱下不来的话，可能就找身边的亲朋好友稍微先借一下。会这么担心，是因为严先生刚买北市中正区的房子，即将交屋，资金却没到位。新青安贷款助长房市热络，让银行贷款的余额水位逼近红线。银行这边给我们的答复都还蛮一致的，就他们的条件会稍微严格一些，包含说可能要成为他们的 VIP 户，才有机会放贷给我们。银行水位拉警报，首当其冲的就是贷款户。看看各家银行承接贷款的限制，联邦、星光、华南9月以前要排队拨款，9月以后审查的条件会更加严谨。国泰世华跟富邦则是只做优质客户的买卖件。有听说到有些银行到明年的部分，可能甚至于就是连这个部分的业务都暂时不做。房地产本身就是有抗通膨的一个属性嘛。对，所以你说要短期内要看到它缓解，或者感觉短期内看到它比较有时候比较减缓的那个现象，可能还得要再观察一段时间。银行拉高利率，透过以价质量来控管房贷件数，核款的速度也放慢，更可能造成违约的状况。可能会建议双方就是是不是压一条，就是如果万一他的那个贷方金额有疑虑，然后他的那个自备款又没办法补足的时候。这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那个解除契约的一些相关的附加条件？短期内房市依然火热，想要置产的民众申请银行贷款前，可要再三确认，避免资金周转不灵。定新闻于家伟、张俊涵采访报道。鸿海往年都会在创办人郭台铭10月18号生日这一天呢，举办集团的科技日活动。今年是提前登场，一连举办2天，还开放给民众入场，同时也会在内湖的办公室打造互动式的展间。那未来也会让民众登记参观，包括了低轨卫星、电动车都可以现场体验。开发出多功能美意。按下影片，直接售出自动化产线。鸿海要迎接50周年，破天荒在内湖鸿海研究院打造互动式展间。首款量产的 Model C， 从车子到低轨卫星，鸿海产品百百种，要通通陈列有难度。搭上 AI 热，展间当然要数位化，3D 风扇组想看什么直接售出来。重头戏电动车还能体验自动驾驶。未来电动车不只是要比硬体，更要比软体。像是鸿海这一次在showroom就特别展示出他们自己开发的 AR 导航系统。现在呢，在荧幕上面看到的，包含你哪一条路该怎么走，还有任何的行车告警，通通都会显示在你的挡风玻璃上。这套系统预估最快1到2年内就可以套用在电动车上。导航路线还有路上警示，通通一目了然。未来这些一般民众也有机会亲身体验。在今天这次开放之后，我们也会非常欢迎这个各个学校以及这些机关团体来参观希望能够让他们对科技有更进一步的认识跟了解。50周年当然得热闹庆祝，尤其年度鸿海科技日，这回不选创办人郭台铭生日10月18举办，时间提前登场，而且一连举办2天，更破天荒开放民众入场。但今年嘉宾名单，外界最期待的还是他。科技日真神会过来。请大家拭目以待。重磅嘉宾，公司先卖关子。身为全台500大科技营收之冠的鸿海，大方秀产品，也是要让科技更能亲近民众生活。镜新闻许帅、于家伟采访报道。哈马斯的领导人哈尼亚跟黎巴嫩真主党的高阶指挥官在2天之内接连遇刺，矛头都指向了以色列。尽管以色列目前只承认暗杀了黎巴嫩的指挥官，但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就传出已经下令要对以色列展开复仇。而之前勉强维持稳定的油价，现在应声大涨，布兰特原油期货跳升到每桶80美元以上。黎巴嫩的民众聚集在屋外替罹难的亲友送行。这场空袭的同一天，还有黎巴嫩真主党的高阶指挥官舒库尔遇刺。以色列在第一时间便宣布暗杀成功，但黎巴嫩真主党要等到31号，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哈尼亚遇刺之后，才证实高官死讯。סגרנו חשבון עם מוחסן,
ונסגור חשבון עם כל מי שפוגע בנו, כל מי שטובח בילדינו, כל מי שרוצח את אזרחינו, כל מי שפוגע במדינתנו, דמו בראשו. 以色列虽然坦承暗杀舒库尔，但并没有对哈尼亚的死负责。不过，连续2天发生哈马斯和真主党最高官员遇刺，已经引发外界对于中东局势恐将升级成全面战争的隐忧。The Secretary General believes that the attacks we have seen in South Beirut and in Tehran represent a dangerous escalation. The Secretary General has consistently called for maximum restraint by all. 美国联合航空还有达美航空已经宣布暂停飞往以色列的航班，但政府面对中东局势升级的态度略显保守。We don't believe that an escalation is inevitable, and there's no signs that an escalation is imminent. The killing of Hania, I think, certainly compromises those negotiations for the time being. 这次遇到暗杀的哈尼亚是哈马斯成员当中态度较温和的一位，也是间接参与停火谈判的人。哈尼亚之死不只会影响到停火谈判，这次哈尼亚是去伊朗参加新科总统的就职典礼，也让伊朗的维安脸上无光。现在伊朗除了谴责暗杀行动之外，也已经承诺会尽快完成调查，给外界一个交代。经新闻张野谢伟报道。哈尼亚在德黑兰遇袭身亡，那哈马斯就表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那伊朗的新总统呢，才刚刚宣誓就职不久，那么哈尼亚就在伊朗遭到了暗杀，让伊朗脸上无光。有分析指出呢，以色列被怀疑是暗杀行动的主谋，但是以色列可能杀错人了。在哈马斯的重要人物当中，哈尼亚他的立场是相对温和的，对于谈判比较务实。暗杀哈尼亚会让哈马斯的鹰派势力更强，对未来的停火谈判更不利。حل اقامت اسماعیل هنیه در تهران مورد اصابت قرار گرفت。伊朗电视台引述伊朗革命卫队声明，指出哈马斯首脑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遭暗杀身亡，重磅消息震撼全世界。أنا يا عمي وحبيبي وأبي الوداع يا قائد الأمة。哈尼亚30号出席伊朗新总统宣誓就职典礼，没想到却成为他被暗杀前的最后身影。领导人遭暗杀之仇，哈马斯高官马祖克发声明表示，绝不善罢甘休，就怕以哈冲突升级成中东大战。美中澳第一时间跳出来喊话：我们高度关注有关事件，坚决反对并谴责暗杀行为。We definitely want to ensure that we do not see an escalation in what's playing out in the Middle East, because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would be profound. It would be profound. I don't think war is inevitable. I maintain that. I think there's always room and opportunities for diplomacy. 中东紧张升温，31号原油电子盘止跌反弹超过1美元。Hamas might be expected to hunker down, to perhaps even call off the talks on the hostages. On the other, there is a theory, certainly one that's been circulated by the Israeli government. 尽管以色列当局没出面承认策划这起暗杀行动，但是从去年10月7号起，哈马斯跟以色列的血海深仇，这下是越结越深。进新闻姚慧文、黄品杰报道。休息一下，继续进转全球。川普在过去常常对有色人种发表歧视性的言论，而且他还说前总统奥巴马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还曾经骂非裔的记者是卤蛇。昨天，川普出席了美国非裔记者协会的年会，外界原本期待他为了争取选票，会提出过去他在总统任内有利非裔的政策，为自己来辩驳。结果一开场呢，他就讽刺对手贺锦丽是为了选举突然变成了非裔，甚至还跟在场的记者吵了起来。川普的正常发挥呢，果然没有让极右派的支持者失望。音乐取代欢呼声，美国前总统川普31号现身美国全国非裔记者协会年会，面对现场大约1000名记者，马上提到对手贺锦丽。She was always of Indian heritage, and now she wants to be known as black. So I don't know, is she Indian or is she black? 这题太难答，因为贺锦丽的母亲出生于印度，父亲是非裔。贺锦丽成为美国首位亚非裔副总统，而来到非裔大本营芝加哥，川普只是想说，千万不要被贺锦丽骗选票。That coming from the border
are million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that happen to be taking black jobs. What exactly is a black job, sir? A black job is anybody that has a job. 誓言要帮选民保住饭碗，但川普字字句句都需要翻译，还手指3位提问记者，几乎变吵架，因为现在变川普被说年纪大。I said Joe and I will go and take a cognitive test. Now, I do it with her too. 川普不怕跟贺锦丽比谁脑袋清楚，最后自比林肯强力拉票，说自己才是最适合非裔的总统。Say Trump show. Was it a real interview? Was it a real? No. 不过还是有非裔戴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色棒球帽到场支持川普。而根据彭博社最新民调，贺锦丽在7个关键摇摆州的综合数据，目前已经领先川普1个百分点，但在误差范围内。经济问题仍是摇摆州选民最关心的议题。贺锦丽的蜜月期能维持多久，得看双方怎么攻防。《镜新闻》综合报道。再聊带您关心委内瑞拉的大选结果遭到整个国际上的质疑。那民调就显示，在野党的候选人压倒性的赢过了执政10年的现任总统马杜罗，但是选委会却宣布马杜罗胜选连任。大批的民众上街抗议，结果遭到了军警的强力镇压，流血冲突现在是越演越烈了。那目前已经造成至少有16个人死亡，有700多个人被逮捕。而左派的马杜罗，他统治了委内瑞拉10年的时间，那委内瑞拉的 GDP 是大幅度的缩水，还有700万人离乡出走。而白宫就警告，国际社会已经失去了耐性，不排除要扩大制裁委内瑞拉。而秘鲁直接拒绝承认选举的结果，马杜罗他就宣布跟秘鲁断交，国际地位也更加的孤立，对委内瑞拉的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委内瑞拉在7月28号举行总统大选，反对派几乎手上握有证据，获得超过70%的支持，是在野联盟候选人贡萨雷斯当选。然而，执政11年的强人总统马杜罗也宣布以51%得票率连任成功，委内瑞拉总统闹双包。秘鲁第一个公开认可是在野的贡萨雷斯当选。Lo acabo de decir, el señor González es el presidente electo legítimo de Venezuela. 乌拉圭、阿根廷则表示不会承认马杜罗连任。巴西和哥伦比亚都呼吁要拿出彻底复查计票的证据。连续枪响响彻街头，委内瑞拉各地选后流血冲突不断，优势警力强力镇压反马杜罗的好几万示威群众，至少2人因此丧命，还有超过700人被捕。另外，至少还有5座前总统查韦兹铜像被拉倒，民众怪罪查韦兹让马杜罗接班，集权腐败造成经济崩溃，民不聊生，700万人因此出走。Señores de la Fuerza Armada, no hay razón alguna para reprimir al pueblo de Venezuela. 贡萨雷斯喊话军警，马杜罗则颁布最新命令，要国家武装部队全天候巡逻，怪罪反对派是意图颠覆政权的恐怖分子，也指控美国政府跟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背后操弄。而美洲国家组织将在美东时间7月31号针对委内瑞拉选举在华府召开会议，希望为这场乱局找到缓解出口。镜新闻独一报道，吕嘉涵报道。明天晚上9点半，请持续锁定86台金转全球节目，最后带你到委内瑞拉金转全球。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